经过我们昨天在墨西哥城短暂探索，我们觉得墨西哥城好玩的东西真的非常多，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要去城里面住3天至少。又把我们的车留在了营地里面。墨西哥城是世界上最拥堵的大城市之一，所以大部分房车旅行者们都不会选择开车进市区，而是将车储存在城外的房车营地里，再进入城市玩耍。出发前，营地的老板就告诫我们市区不太安全，手机放口袋，包要背前面，护照别带在身上，天黑了早点回家。带着隐隐的担忧，我们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墨西哥城故事。我们现在正在去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路上，这是一个我心心念念的景点。然后，因为这个人类学博物馆在整个墨西哥城或者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的人类学博物馆里面都是有非常高的地位的，因为里面呈现了墨西哥上千年的历史。如果是一个历史文化爱好者不来的话，会非常的遗憾。在墨西哥待了久了之后，真的对这里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很早这个地点已经在我的 checklist 上。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这里面还挺大的，这么大，你看。刚进门的时候拿到了这张小手印，然后一看发现有23个展馆，而且还有一些短期的展览。据说要看完这里的所有的展品的话，需要3天的时间。要了解墨西哥城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前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阿兹特克文明。阿兹特克人在墨西哥中部高地泰科克湖边发现了一只叼着蛇的鹰，正站在一株仙人掌上，正好验证了他们祖先的古老传说，于是选择在这里建造了他们的宏伟都城，而这座城市就是现在的墨西哥城。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画，它展现了原来墨西哥城的样子。墨西哥城原来是一片湖，周围是山峦，但是在阿兹特克人心目中，这里是宇宙的中心，然后是他们要建成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里建了都城。而那个叼着蛇的鹰站在仙人掌上的画面，如今也变成了墨西哥国旗的一部分。我身后就是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石，被认为是阿兹特克文明最重要的象征，是它代表了阿兹特克人的一个日历。在阿兹特克人的文明当中，每个月是有20天的，然后一年有13个月。所以在这个太阳石上面，你可以看到，在它的周围的一个圆圈里面会有20个不同的一些图案。现在在我旁边就是本馆的第2个镇馆之宝，叫做奥尔梅克大头。它发掘于 Veracruz， 也是墨西哥最早的一个文明之一。非常高，感觉估计有3米多，非常高。说实话，这些展品让我非常震撼，不仅仅是因为某个展品超凡的艺术想象力，而是当有那么大量的展品一起摆在你面前时，感受到的是历史的厚重以及无法磨灭的光芒。尽管这些文明已经逝去，也不管现在墨西哥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觉得这些古老文明的光辉遗产是值得全世界每个人的尊重和理解的。我发现这边的很多展品，它都是没有一个护栏在这里面，就是我们人其实可以跟它非常近距离的接触，甚至摸它，但摸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很担心说，比如说我可能一个人走路不小心往后倒退，没看到它，可能会不会把它给碰倒呢？所以很多人会说，觉得墨西哥真的非常的慷慨，会把这些非常价值连城的宝贝无私的分享出来。我们刚刚逛了大概4个小时，然后也没有把这个馆完全给逛完，但是呢，一次性吸收了那么多东西，已经感觉脑袋有点快放不下了，所以就决定不看了。是，然后有几个 tips 想分享给大家，一个是说在墨西哥看博物馆，每个周天它对于墨西哥本国的人民都是免费的，所以千万不要周天来，人会特别多。然后这个展馆像刚才小林说的，馆特别多，信息量特别大，所以真的挑几个馆看就好了，你是不可能看完全的。在博物馆外的广场上，有原住民表演飞人舞蹈，这是一种模仿鸟类飞翔的传统祈雨仪式，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对吧？每个人姿势不一样，你们看。在离墨西哥城市区不远处，有一座神秘的众神之城，是谁建造了它无人知晓。阿兹特克人发现了这座空城，并将它称为特奥蒂华坎，意思是创造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地方。为了进一步了解阿兹特克之前的古文明，我们来到了这里的太阳和月亮金字塔。这条开阔的大道直直通往的就是远处的月亮金字塔，两边呢有很多小小的金字塔。当阿兹特克人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些金字塔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些都是陵墓，所以他就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亡灵大道。你扶着那个这个金字塔怎么说呢？你要爬上去的时候，会感觉这个楼梯真的非常的陡。
好高啊，好陡啊！哎呦，可能这样才能体现出攀登的不易，表达尊重。好，我们现在在月亮金字塔的中间部分，它这边其实是顶上是不让上去的，被保护起来了。然后这个月亮金字塔呢，它的这个楼梯呢跟太阳金字塔不一样，它是南北走向的。它位于整个王林大道的最北端，我要穿越整个王林大道的达到这里。我们待会儿就要去这个太阳金字塔了，那个是可以爬到顶上的。超级累，因为这个金字塔特别高，但是我们海拔2500啊。然后我们现在登顶了。太阳金字塔就是这个提奥提花坎古城的最著名的一个建筑，它也是世界第3大的金字塔，然后是古代的特奥蒂华坎的原住民他们用来献给太阳神的。据说在每年的春分，就是3月21日这一天，太阳会从这个金字塔的正中间升起来。据说这边有非常神秘的自然的力量。然后这边的原住民有个习俗，就是会去拿活人去做祭祀。然后这个太阳金字塔的顶端呢，其实也是用来祭祀用的。他会把人呢从胸膛这边抛开，然后活着把心脏取出来，完成这么一个仪式，其实还是挺有点血腥的一个仪式。然后这个太阳金字塔它跟月亮金字塔不同的地方是，它是东西走向的，就是太阳升起跟太阳落下的这么一个方向，还是挺壮观的。看，是的，我干嘛要配音？找个地方玩电影。可以把整个特奥蒂华坎的这个市区都给看到。